中國這一架歼35戰機，很明顯的這架飛機極可能就是出口版的飛機。大家會推測，到底是給巴鐵呢，還是給塞爾維亞？巴鐵現在已經有空軍了嘛，包括歼10戰機，包括梟龍。塞爾維亞它反而在戰機這方面是短板，是它沒有的。所以大家會推測哈，會不會是塞爾維亞比這個巴鐵還更早搶到這筆生意？好，我們特別來關心到在軍武面哦，不讓巴鐵專美於前。現在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塞爾維亞了。塞鐵它接力訪中，大家在看說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要搶大陸的殲35的首批的出口訂單呢？那塞爾維亞同時間其實它多年來一直在打造的是體系化的軍隊，中國的五代機出口，我們今天就會就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來關心到的是緊接而來的就是巴鐵巴基斯坦的這個總理夏巴茲會在5月23到26號這幾天呢，特別到北京去正式的進行訪問。外界關注的焦點是不是就是想要拿下殲35來自大陸的殲35的出口訂單呢？除了我們特別看到的巴鐵之外，接下來還有塞鐵。塞爾維亞的總統也被曝說將會在差不多的時間會來同步的訪華哦。他還形容這是他的政治的巔峰訪問，因為塞爾維亞如今呢，不管是在經濟或者是在基建、戰略安全上面，其實都可以看到，已經跟中國大陸已經有高度的綁定了。所以呢，我們特別要來看到的是，到底是不是呢？殲35是不是要賣給這2個國家呢？特別看到的是殲35在最近是來自於央視特別釋出的一架印有 AVIC 的標誌，編號01的殲35現身了。是不是要做出口呢？是不是就是給巴鐵或者是塞鐵呢？這個大家會來做討論。那等一下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看，來做一下解答。其實呢，塞爾維亞剛剛我們提到了嘛，近年不斷的使用大陸的軍武哦，已經變成了一個中國大陸的一個體系化的軍武模式。特別來看到使用了哪一類的武器呢？像是防空系統 FK3的中遠程防空，就是使用中國的防空系統。其他還包括了中國大陸的無人機，可以做真打一體，還有呢超音速的反艦、對地飛彈等等，全部都是使用大陸的系統。那麼塞爾維亞不單是買武器，整個武器化的作戰哦都是中國體系。整體來看，從防空、無人機、飛彈一直到五代機，全部都是使用中國的。所以殲35到底会是賣給誰？特別請教酈將軍。首先我們講防空作戰哈，絕對不會是只有一層的防空。那一定是從遠、中、近3層重層攔截的防空作戰。那遠程的要用什麼？要用戰機嘛，戰機來攔截。但塞爾維亞現在有沒有戰機？它沒有戰機，所以我認為它需要對戰機的需求是非常的殷切的哈。那中國這一架殲35戰機，它很特殊的是，它的塗裝不是中國空軍的，因為殲35有分，殲35是這個艦載機基板的哈，就是它是在航母上面起降的。它很特色的是前面是2個輪子，因為在航母上面降落的時候，那個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要2個輪子。但是這架飛機只有1個輪子，代表它是陸基起飛的這種戰鬥機哈，所以它只有1個輪子。那另外它這個塗裝也不是解放軍的空軍的塗裝，它用的塗裝比較特殊，以前沒有看過這種塗裝。那最特殊的是 ACIV 這4個字。這4個字也不是解放軍的標誌，如果解放軍的標誌，他一定會用他們自己的空軍的標誌。所以很明顯的，這架飛機極可能就是出口版的飛機哈。那當然，大家會推測到現在，如果說是殲35出口，大家會推測到底是給巴鐵呢，還是給塞爾維亞？那因為巴鐵現在已經有空軍了嘛，包括殲10戰機，包括梟龍。那這個塞爾維亞，它反而在戰機方面，它這方面是這個短板，是它沒有的。所以大家會推測哈，會不會是塞爾維亞比這個巴鐵還更早搶到這筆生意啊，買到這一批戰機？這是第一個，是遠程的防空，第一層的攔空。第二層的是什麼呢？就是 FK3 防空。你看我們上面寫的是中遠程防空哈，这個如果說第一層飛機沒有攔到的話，第二層就是這個中程防空飛彈在攔。我們戰術上面稱之為叫做這個區域防空，也就是它的射程大概200公里，在200公里之內哈，不管是敵人來的導彈，
這個巡弋飛彈或者是戰機，我都可以攔截。那如果再突破的話，是什麼攔呢？就是野戰防空系統哈。野戰防空系統，它的射程比較短，最多大概就是20公里左右。那就是我飞機没有攔到，这個中程飞彈沒有攔到，等到你真的進入核心地區的時候，我還有第3個攔截手段，就是這個紅旗19的這款野戰防空的導彈。那再來，我們看到這是中國無人機本來就是中國在軍武方面的強項哈。我們剛剛講到俄羅斯跟烏克蘭，雖然說中國沒有名正言順的說支援俄羅斯或烏克蘭各種軍武，可是它很多的零附件都可以供給俄羅斯跟烏克蘭他們組裝成飛機。譬如說我們講大疆，那我給你這些零件，我也不能說是你用在哪一方面，你就是一架無人機，你要用在戰爭，它就是軍事用途。如果你用在民生拍照或者是这個預防山林的火災，你就是民用的。所以中國無人機在這方面也是它的強項。那它的品種項目也很多，有察打一體，有專事攻擊的，也有自殺型的，這個有遠程的，有中程的，有近程的。所以到底會有哪一款這個無人機提供給塞爾維亞？當然有帶他們自己國家的戰略的需求來定哈。可是我想說，無人機這款武器提供給塞爾維亞，應該是這個板上釘釘，應該是一定會有的事情。那最特殊的是 CM400的這款這個空對地的導彈，它也可以打軍艦，也可以對地攻擊。那它為什麼特殊呢？因為通常來講的話，它將這個塞爾維亞居然將這款導彈裝在米格29上面。我們都知道，這個導彈跟飛機一定要鏈接在一起哈。這個你什麼樣的飛機，你什麼樣的系統連接什麼樣的導彈？譬如說美軍來講的話，你一定是用美軍的導彈。比如說我們現在以我們台灣來講，我們用的 F-16戰機，那我們一定要掛這個響尾蛇的導彈。我們自己國家研究出來的天劍的導彈就不能掛在 F-16，只能掛在我們自己的經國號戰機上面。是那。為什麼這個米格29可以掛 CM400？它不但掛 CM400，而且還不影響它飛機整個結構。我們都知道，這個米格29屬於比較老舊型的，你要去改裝，事實上是非常難的。你不管是電子系統怎麼樣改裝，根本就是不可能。結果這個中國可以說是這個另繞蹊徑哈。他用什麼方式呢？他用一個平板哈，用一個平板就可以控制這枚導彈來對這個目標地區來發射，所以這是非常特殊的。當然，這個塞爾維亞它處的地理環境非常特殊，尤其是說，在這個26年前哈被北約國家這個空襲轟炸過之後，它急需要建立自己的防空的體系統。那當然，北約國家不可能提供它任何武器支援，所以它只能尋求中國的協助來建立它自己的防空以及攻擊的體系哈。所以我覺得後續來講的話，我覺得武契奇在這方面來講的話，一定會在軍武方面一定會跟中國採取密切的合作。那殲35有沒有可能優先這個賣給這個塞爾維亞？我覺得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好，所以我們看到，所以目前難怪會稱會是塞鐵哦，因為整體的戰略重心，尤其在這幾年，塞爾維亞都已經逐漸的轉向中國大陸，跟歐洲、俄羅斯跟美國之間是走一個比較平衡、稍微平衡一點的關係，但是整個核心是往中國大陸這邊做傾斜的。剛剛將軍也特別幫我們提到了一個重點，也就是中國大陸的軍武可以協助塞國他們在這邊做中俄系統的一個整合。除了將軍幫我們提到的米格29可以掛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飛彈之外，還有就是俄羅斯的這個遏制平台也可以接上中國大陸的航電系統，再來就是中國的防空還可以搭配遏制的指揮鏈，等於說這一些目前中俄混血整合的這個系統體制，只有中國大陸做得到。楊老師如何看？講到就是殲35哈，它現在做出來這個外銷的這個 AVIC 的這一架，那我覺得應該它往就是外銷走，應該是很快的時間了。是。那但是它的外銷啊，第一點它畢竟是五代機，有一定的戰略上的意涵。那第二個是接受購買這一套系統五代機的，它本身的軍武跟就是特別是在戰機的這個發展的程度哈，操控的程度，是不是有一個體系達到這個階層？第三個呢，也就是它所處的這個地緣環境哦。五代機代表的意涵其實是相當高的，那不是一般的武器，所以呢，會不會引起一些這個不同的觀點？那我個人覺得，現在巴基斯坦跟塞爾維亞似乎好像都在爭取這個五代機能夠賣到他們那邊去。
我個人覺得巴基斯坦機會可能會搶得前面一點。那當然了，武契奇你要加油。那但是因為他5月底6月初的時候就會到北京來，我們就看他是不是能爭取得到。因為第一點，這個塞爾維亞他自己本身的空軍的環境用的現在是米格29，那並沒有中國大陸其他的戰機。巴基斯坦不同啊，你看上次印巴空戰的時候，他用殲10C把就是在法國的就是標風系統給打下來，對不對？對。那可是塞爾維亞並沒有這樣一個系統。那第二個就是塞爾維亞其實周邊的都是北約國家，那這個時候中國大陸5代機去到那邊會不會引起一些地緣政治上的這個考慮？好，那因此呢，現在他可能是想要往提升中俄之間的武器的這個融合，那是不是能夠很快一步到位到這個殲35？我們不確定。那至少他們現在剛才厲將軍提到，就這個平板，那什麼平板呢？那他們叫做獨立武器射控系統。那就是在米格29的這整個機身上面就加了一個平板，那你从平板上面去操控掛在米格29上面的中國大陸做的就是 CM400的武器，這個飛彈啊，反艦飛彈。那這個就是第一個，中國能夠有這個技術，把中國的武器跟俄羅斯武器做一個系統的整合，即插即用。這個是當然，因為中國大陸過去他自己本身在俄羅斯的武器上面的發展，跟就是技術的提升上面，也有他很長的這個經驗，才有這樣子的可能性。那現在他把這個東西用在塞爾維亞的這個系統上，那這個系統好不好用？我想只有塞爾維亞自己知道。看起來 OK， 還是說他直接要一步到位到達這個殲35？那但是呢，我剛剛提到的，在它本身的系統的能力，在地緣政治的考量，以及還有對中國大陸人第5代機有一定的機密跟維持，那這些東西塞爾維亞這個地點是不是符合？因此我是覺得這些會有很複雜的因素。不過就看武契奇在5月底到訪北京之後呢，就會看到他是不是有意在爭取這架AVIC 了。好，這個是中國大陸跟塞爾維亞在軍事上面的合作。接下來武契奇會不會去爭取殲35的訂單？不過呢，一定會爭取的，還包括在經濟上面的合作。因為呢，現在可以說中塞之間的合作比以前還要大了非常多。來看一下具體的數據哦，中國對塞國投資金額73億歐元。那麼中國大陸的工廠有37家是在塞爾維亞這邊有在做運作的。在武契奇執政期間，對中的出口更是暴增了330倍，更不要說呢，雙方有戰略的工程，就是這一條匈塞鐵路的通車哦，可以比傳統的海運縮短運輸時間，達到1周。上志哥怎麼看？好，我想這次武契奇要到北京，這是武契奇第9次到北京哈。好，但是這是第1次國事訪問哦，他去了8次哦。2014年他剛當選的時候，其實隔個月，他4月當選，5月就立刻跑來北京了。可他陸陸續續也來參加奧運或等等之類的。這是10幾年來，這一次才是國事訪問。國事訪問就是我們就看到川普跟普丁這種有閱兵，然後在這個釣台賓館，在整個所謂的這個人民大會堂裡頭，我們看到他們的這個談判桌。其實這次都是比照這一次。為什麼他來？其實最大關鍵是因為塞爾維亞在接下來5、6月就要進行提前的國會大選了。是，通常這種東西都是有內政啊，不只是外交上。因為現在是這樣子，早先他就武契奇雖然很穩啦，然後他各方面都控制，可是他還是在批評他有一些內部的貪腐的問題跟輿論控制的問題，反對黨對他的挑戰，學生運動對他挑戰。但是，其實有反對黨。可是跟過去跟其他國家不一樣的部分，對於他在跟中國的緊密合作，在經貿跟軍事方面，反對黨還是沒有意見哦。所以說中國牌是武契奇打出來，對於自己內部選舉當中很有力量的。所以他這次來的部分，我們都知道武契奇在整個塞爾維亞在今年先前有個閱兵，那麼在閱兵當中，他推出了中國的各種的武器，是震驚四座的。是，尤其其實對於整個歐洲國家跟北約，其實是嚇了一大跳。我們知道，其實塞爾維亞面對周邊的國家，無論科索沃問題跟克羅埃西亞的整個巴爾幹半島，其實坦白講，雖然都不是大國，可是都有歷史的仇怨。所以雖然不是攻擊對方，可是
被別人像科索沃他們都很強悍的，可是基本上我們对跟塞尔維亞當中有可能產生邊界的部分的戰爭問題，包括武契奇，因為他自己過去也講說我們要擴張等等，所以惹惱了周邊的鄰國，所以這裡頭就體現到他還是需要有堅強的軍事力量。早先都是前面講的，就是對於俄羅斯，它用俄羅斯系統，可是大家赫然進來發現說，媽呀，買了中國那麼多，而且中國賣給他的是一個體系化的，而且不只有空對地，在這次閱兵我們看到空對地的這種攻擊性的飛彈，那還是厲害的。另外還有無人機，中國這次賣給他的是一整套的體系化作戰。當然，從北京的部分的角度，有了巴鐵，對於印度當中像是一個軍事櫥窗，包括對東南亞也都展示，讓很多人都很想買。可是對於歐洲國家，因為塞爾維亞並沒有不是歐盟，也沒有加入北約，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展現這種中歐大陸體系的這種軍事力量。真的是一個櫥窗哦，而且對於剛剛講內部的選舉，對於反對黨對他的部分，大家也都覺得還蠻厲害。所以其實塞爾，我們都知道武契奇從2014年剛剛講，每2-3年都來，除了疫情期間，我認為其實一個最大體現是2024年，習近平當時到歐洲訪問當中，沒有去幾個國家，有專門去了塞爾維亞，就表示說歷經了10年，中國跟塞爾維亞的交往可信任了，而且這個信任是相對更高的，所以習近平才專程去。所以這裡頭我們可以看到，2024年之後的，包括這些買這些武器，大概就是我們看到這2年開始整個對於中國大陸的戰略布局來說，雖然它不是歐盟跟北約的國家，但是作為一個歐洲這個地理位置的邊緣的狀態，而且它又免關稅，也就是說在塞爾維亞的東西進入歐盟是免稅的，所以它在很多方面經貿上來講。地理戰略應用，而且武契奇是最早呼應習近平“一帶一路”的所謂我們剛剛講說，在整個歐洲的國家，所以我們講這些捆綁起來，看起來無論對於塞爾維亞武契奇的部分的內政，包括選舉的競爭，他這次的出訪是一個結構性的、全面性的意義，包括可能要後面更多的武器。接下來我們特別關注到的是巴鐵的神裝備到手了，今天會關心到它來自於拿到了大陸的40架的殲35A1空警510，還有漢果級的這個潛艇武裝它的海陸空。那麼當然了，現在印度方面可要緊張了，莫迪會不會睡不着覺呢？再來就是伊朗搶着當中國大陸的鐵桿兄弟，有辦法做到嗎？如果大家認為有辦法的話，可能強化這個伊鐵，所謂的中國大陸跟伊朗之間的關係的伊鐵，幫我們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不可能，幫我們留言寫下2。好，我們繼續的來互動哦。這一次的美伊戰爭暫時的停火，居中協調的關鍵人物其實就是巴基斯坦這個國家了。現在大家也在重新檢視這個南亞的新興的軍事力量，尤其在印巴空戰那一場空戰當中，讓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認為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軍事的強權來看待了，並且我們看到它最近可以說在戰力上面出現了跳躍式的提升，就是因為它跟中國大陸採購了3樣的關鍵武器。這3樣是什麼呢？我們一起來檢視。第一個，中國大陸接下來會出售40架的殲35A1逆中戰機給巴基斯坦，能夠大幅提升巴國的空戰能力。注意了，這是中國大陸這個隱形逆中戰機首次的外銷，就是給巴基斯坦。第二件事情是接收了中國大陸的空警500預警機，監視半徑470公里，能夠在巴基斯坦的境內就監視到印度北部的核心的區域。再來就是說，殲35A 如果一旦搭配了空警500，可以讓巴基斯坦維持10到15年的一個空中上面的優勢。第三件事情是，巴基斯坦向中國購買了8艘漢果級的潛艇，並且在4月30號完成交付了第1架的潛艇，第1艘的潛艇大幅提升了巴基斯坦海軍上面的威懾實力。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有了這一些海空的戰力，印度還有能力來對抗嗎？委員怎麼看？我就接着我在前一個題目所提到的嘛，這就是不同的大哥展現不同的風範哦。就是像美國這種大哥呢，他就是要我們去買匕首跟扁鑽，用比較次等的武器幫他去守第一島鏈，拋頭顱灑熱血。那對中國大陸這個大哥來講呢，他希望結交巴鐵這個兄弟，他就乾脆移轉最先進的武器，就算要賣，也是賣最好的軍事裝備給他。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如果你是小弟，你要認誰當大哥嘞？那麼回過頭來看，這次中國大陸這個賣給這個巴基斯坦或者是移轉的技術到底多重要？就第一個，當然殲35A1我們都知道，如果
巴基斯坦取得了殲35，它等於是在南亞取得了第一批的第5代的逆中戰機哦，就是印度的主力戰機是上次被打下來的陣風戰機，它還是所謂的半逆中戰機，它不是全逆中戰機，所以等於在空戰上，這個在戰機的這個數值上，巴基斯坦已經取得了優勢了。那你更不用講說它搭配了空警500，剛才這個思敏告訴大家說，它可以掌握到400。這個掌控半徑在470公里吧，對，那它就具備了什麼呢？它具備了引導戰機遠程攻擊的能力嘛。這個在上一次的印巴戰爭，大家就看到了，讓這個巴基斯坦的戰鬥機可以讓這個所謂的梟龍或殲10可以射後不理。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你有空警500在上面，那你搭配了所謂的霹靂15的飛彈的話，霹靂15是2階段的這個燃料哦，所以它的射程可以加倍，所以霹靂15號稱可以射到300到400公里，所以因此對方的戰機都還沒看到你的時候，它就已經被你的飛彈打下來了哦。那更重要的一點是，它移轉了這個我們叫做漢果爾級 Hangul 的這個 class 的這個潛艦，它不是只賣它。他賣了他4艘，他另外4艘讓他這個巴基斯坦自己建造，他等於是把技術做了移轉哦。這個漢果爾級的潛艦雖然是柴電潛艦，可是它具有所謂的絕氣推進系統。所謂絕氣推進系統，就是說我這艘潛艦可以在水裡待2個星期，不用浮到水面上來充電哦。那麼因此被這個偵測到的可能性就更低了。那中國大陸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坦白講，我覺得這是中國大陸戰略上的一個很大的調整。他看到了這一次荷魯茲海峽的狀況，他清楚地理解到，這個在地球上，由於地緣關係的這些重要水道哦，這個航道哦，對於一個國家的生存的重要性了。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它長期念茲在茲的就是這個馬六甲海峽被對手掌控。可是各位如果看一下這個世界地圖哦，中國大陸打造了中巴經濟走廊，現在在打造中巴鐵路，接到了瓜達爾港。光靠中巴經濟走廊跟這個中巴鐵路，中國大陸就可以避掉了馬六甲海峽哦。所以呢，我認為中國大陸這次全面的武裝巴基斯坦，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讓巴基斯坦成為它真正的戰略夥伴，然後把中巴經濟走廊跟這個中巴鐵路變成，一旦馬六甲海峽被封鎖的時候呢，不至於讓中國大陸其他的貨運全部被攔截下來。好，我們看到大陸再次的武裝這個巴基斯坦，也讓巴基斯坦成為現在南亞非常重要的，大家會特別關注到的一個區域軍事強權。那其實巴基斯坦除了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幫助，現在說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國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雙方已經正式簽署了這個戰略共同防禦協定，一方遇襲就要來做共同的防禦。另外呢，巴基斯坦大手筆買武器，根據了解，這個錢啊，所有的資金就是來自於沙烏地阿拉伯。那現在看在眼裡，這個巴國變強了，最擔心的就是巴基斯坦的死對頭，也就是印度了。印度當然想辦法增強自己的實力啊。那最新消息，它是跟俄羅斯互相簽署了相互後勤支援協議，接下來雙方會可以共同享有的就是軍事基地、港口、機場關鍵設施，還可以互相派駐5艘的艦艇，最多准許臨時部署3000名兵力在對方的這個境內。印度執政黨說，這個協議可以讓敵人徹夜難眠，會不會成為巴基斯坦、印度接下來是成為下一個火藥庫嗎？那苑老師又怎麼看？我先要強調哈，巴基斯坦的叫鐵桿，就是說我們北方話講的換鐵弟兄啊，就是說當成這個軍事上聯盟弟兄。但這次3種機器殲35，啊，這個殲35A 嘛，就是一就是出口的意思，然後這個空中預警機。還有這個地底下的潛艇，這個都是最先進的裝備。啊，那個巴基斯坦能夠擁有這些武器的話，其實純粹是要大陸要面對中東的機會，所以說不得不佩服啊。就是巴基斯坦跟這個沙特簽的這個協防條約裡面的話呢，大家知道嗎？這3批武器合起來的話呢，將近130億美元呢。巴基斯坦自己的外匯存底才120億啊，哎，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抽個 commission， 沙特跟這個什麼蓋達付錢啊，他哪有這個錢呢？那沙特現在的話就沒有理由跟中國買武器，你買這麼先進的武器，那美國講那你要幹嘛啊？那個這邊，所以說巴基斯坦剛好扮演這個白手套。這3件這個大家要了解，巴基斯坦樂着去把整個中國的裝備，不是只有這個很先進的，連那個中械師裡面都帶去13000多人，都放在沙特裡頭，要幹什麼的？就擺在那邊，讓你就不敢亂動嘛。也是壓住大陸跟伊朗的關係的話，跟巴基斯坦還是不一樣的。但是印度這邊情況下，我覺得印度跟俄羅斯簽這個約，
我老早就講過啊，這個去年的5月7號到現在，印度起碼掉20年了，根本起不來了。打仗是要靠人的啦。那印度本身來講的話呢，閱個兵什麼的都搞一大堆摩托車轉來轉去的，那個像風車一樣，那管啥用呢？你現在感覺到很緊張啊。現在的話呢，巴基斯坦是根本沒有心情管印度在幹嘛，理都不理啦。現在巴基斯坦也要借這個機會，因為巴基斯坦原來就是窮。弱被印度欺負，那現在不窮了，也不弱了。不窮是因為有油國支持，不弱是因為有中國的武器。但巴基斯坦現在怎麼會看上印度呢？對不對？所以說這個情況看得非常明白啊。对，所以看在眼裡，這個巴基斯坦的崛起，讓這個現在正在打美伊戰爭的伊朗開始重新思考說，過去呢他們在各個國家之間都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是不太對，是不是更加的應該要靠攏中國大陸或俄羅斯，以免再次的確保這種安全的保障？所以最新提出是否將國家的一部分抵押給中國，達到如今巴基斯坦現在可以有的地位。那確實，中伊過去在合作上面，主要我們看到，除了我們談了很多的軍民兩用的這些物資之外，還有就是石油。那這場衝突之後，會不會伊朗重新考慮它的這個國際關係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幹哥怎麼看？對，伊朗它其實我跟你講哈，就是伊斯蘭教，他們不會說，哎，我跟你結盟，或我把你當大哥，那是南韓才會幹的事情。對不对？所以伊朗你看他怎麼可能說啊？我們向俄羅斯靠攏，或向中國靠攏，就是他們的民族性不是這樣。可是革命衛隊最近的內部會議就說，我跟你講，我們在跟美國的抗爭之中，就是沒有這樣子的盟邦來幫我們啦，我們才會輸啦。所以說我們是不是策略要調整一下？我跟你講，伊朗其實他在1987年，就40年前哦，曾經有一個機會可以這樣，可是後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何梅尼阻止，你知道嗎？因為那個時候美元斷了嘛，對不對？1979年的那個推翻王室的革命之後，其實老實講一句，巴勒維國王流亡，然後美式裝備就斷了，伊朗的軍備就一塌糊塗了嘛。所以到1987年的時候，你知道中國第一次給他們什麼東西？叫做什麼？叫做蠶式飛彈。什麼叫蠶式飛彈？就是那個伊朗他們自己的講法。其實就是鷹擊飛彈的前身就對了啊，那是最早的，是仿制俄羅斯的明核飛彈。今天在軍事上，我們要特別帶觀眾朋友來關心的是，遼寧號現在傳出可能會轉賣給巴鐵兄弟。那麼，另外來關心是海戰體系化，現在在這邊巴基斯坦也成型了，會不會加上中國一起可以來碾壓印度呢？今天會做解讀。另外，再加入另外一個國家。這個來自於中巴夢包圍網，還有這個50%的關稅，全部壓在莫迪身上，他撐得住嗎？今天我們就這一些議題一起來做關注。南亞現在非常的緊張哦，尤其是最近呢，專家拋出了這個震撼消息，未來中國大陸的遼寧艦在退役之後，他建議說可以轉賣給巴基斯坦。巴鐵兄弟啊，他說這不只是一個軍火上面的交易，更是一個戰略布局，而且對於中國、對於巴基斯坦來說都各有好處。首先，對於中國來說，它可以轉嫁它的保養費跟它的拆解所需要的成本；對於巴基斯坦來說，它終於是可以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航母艦隊了。那麼有了這些艦隊之後，兩國是不是未來就可以一起來對抗大陸呢？事實上，中巴的關係非常的好，在2015年的時候已經簽下了50億美元的一個大單，這個大單主要是在潛艦上面的大單。那麼已經有8艘的漢果級潛艦正在陸續的服役，而最新的第3艘潛艦才剛在武漢這邊下水。所以我們做一個整體的評估，一直從航母一直到潛艦，還有空中的空軍到導彈，其實現在整體來看，巴基斯坦的整體的軍事都在解放軍化。反觀呢，我們來看到印度方面，它的軍事則是被大家稱作是萬國牌。為什麼這麼說？我們來做一些比對，來拿中國大陸的遼寧號跟印度它的維克蘭特號來做一下比對，是不是都是屬於這種解放軍自己的這個自產體系跟它的雜牌，印度的雜牌體系呢？首先我們看遼寧號啊，它其實是前蘇聯過來的，但是經過中國大陸的改造升級哦。那麼印度它這個則是仰賴外國的零件哦，裡面許多的這些
眉眉角角都是使用外國的零件。那在噸位上，遼寧號明顯呢是高於印度的。再來看到艦載機呢，採用的是殲15，可以攜帶24架以上。它這邊印度的方面則是使用2制的米格29K。那麼中國大陸的雷達也是同樣都是採用中國自己的，但是在印度呢，竟然是採用了歐洲再加上俄國的，零件來源也都非常的分散。那麼孤立作戰，難以融入其他的完整體系。那麼中國大陸的遼寧號則是可以融入，完全都是解放軍的作戰體系。所以節目一開始來請教華淦哥怎麼看這2艘，一個是中國大陸的遼寧艦對上印度的維克尼特號，誰勝出？好，我就直接點破這個答案，就是不會發生。為什麼不會發生呢？因為大家要知道，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 這種軍事上的武器，那個不是你說要造就可以造，或者你認為要買就可以買的，這不是我們一般所可以理解跟認知的。它是海上之王，它需要很多的這個支援的兵力，還有它的建造工藝。大家，我講到這邊的話，我就會觸動我的內心。中國人從完全不會到學會到造出來，到今天說我們有了航空母艦，大家認為說很簡單，那只是4個字而已。航空母艦。但是你沒有想過，它背後代表着什麼意義？那就是你從頭開始，從頭學過，你完全不可能說，誰來教你，你就會，你要自己去學。你要自己派人出去，你要遠赴俄羅斯取經。取完經之後，你發現俄羅斯已經停止了，你學會了，你還要比它更進一步，所以大家必須要理解，遼寧號它本來從瓦良格號被當作廢鐵，被土耳其給背葛，差一點不能從達達尼爾海峽拖回中國，你知道那一段過程是多麼的艱辛嗎？拖回來之後，從一艘已經被拆光了任何東西的船，重新把它武裝，重新把它油漆，重新拉電線，重新開始做升降梯，重新開始拉攔截索，讓這艘船能夠服役。你知道經過多少年嗎？所以不是這麼簡單。這個部落格我把它名字講出來好了，它叫做海事先鋒部落客哦。你的預測太大膽，因為你說我們把航空母艦送給巴基斯坦，因為他是我們的巴鐵兄弟，他不但養不起，他根本不會。等到他學會的時候，你已經不在人世了。為什麼？因為他要花30年以上的功夫去學這門工藝，所以千萬不要出這種餿主意。航空母艦不是任何國家說要養就養得起，即便是在像我們中國，我剛才說了那麼艱辛的過程，對。但是你真的要讓中國能夠使航空母艦成為它的標準配備，以及真的能夠成為海上打擊的先鋒的話，那恐怕還需要好多年，這是一定的。為什麼？美國花了多久？100年才把航空母艦學會。英國呢是航空母艦的創始者，比美國還多10年，110年。到現在，英國已經沒有正規的航空母艦了。所以大家要曉得說，它不但花錢，而且它是高科技產品，而且它需要很多人投入精力，而且它很需要大量的後勤支援。所以，遼寧號它退役之後成為訓練艦是很好的，它不需要賣給巴鐵兄弟，因為賣給巴鐵兄弟沒有太大的意義。然後我們再來講跟印度的維克蘭特號相比啊。就是說，如果巴基斯坦有這艘船跟印度的維克蘭特號，如果說在海上較量的話，會有什麼結果？那當然還是維克蘭特號要輸。為什麼？因為遼寧號是依現代作戰的標準，它配備的是什麼？殲15戰機。那殲15戰機的型號本來就比維克蘭特號上面的米格29要大1號，也要飛得遠1號。也要載彈量要多1號，所以說維克蘭特號上面米格29就不是對手了，除非維克蘭特號印度的這艘新航艦，他願意怎麼樣？就是說我真的去買法國的標風，
不對，標峰不是才剛被擊落嗎？印巴現在還要再跟法國買標峰嗎？哦，這出現一個問號。不過大家其實我們都理解，在海上的航空母艦能夠用的戰鬥機不多，是標峰就是其中的一種。所以如果他能夠換標峰的話，那還有希望。那如果他還用米格29，那就絕對不會是遼寧號的對手。不過我們剛才講的都是一些很美好的想象，因為巴鐵兄弟你買不起也養不起。好，所以剛剛華淦哥幫我們點出了問題，如果遼寧艦真的給了巴基斯坦，首先巴基斯坦它是養不起的，在技術上是也沒有辦法承擔的。另外呢，剛剛也問到這個遼寧艦對上印度的維克蘭特號，包括了在艦載機上面就有非常巨大的差異了。那麼看起來遼寧艦是遠遠的勝過印度的這個遼特蘭克號的。那等一下的問題，我们也請教寬哥怎麼看。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印度它其實真的都是拼裝號，尤其是海上的這一些國產的，所謂他們叫做國產的新艦隊，有哪些？我們幫觀眾朋友做了一個具體的整理，包括呢它的這個全新的艦隊，像是它的驅逐艦，這個叫做蘇拉特，還有它的尼爾吉里護衛艦跟它的艦艇，被專家爆料，你說是國產的，但是事實上中間的這些核心技術，包括了它的雷達零件，卻是通通都是外援，根本就是混血艦隊啊。那寬哥怎麼看？來跟各位談一件事情哦，印度的一個國防在全世界一直是一個謎。什麼樣的一個謎呢？就是他們的印度的國防的預算呢，在全世界是排名前10的。那他們也號稱，不管是在艦隊，不管是在飛機，不管是在飛彈上面，他們都擁有各國不同最優良的一個武器，都在印度。但實際上是他們真正到面對問題的時候，通常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那這就產生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麻煩哦。他們過去印度他們在外交上簽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叫做互不隸屬，所以呢，我也不屬於美國，我也不屬於歐盟，我也不屬於俄羅斯。可是我買武器的時候呢，我要把他們通通都買回來。可是買回來之後呢，各位跟各位說關鍵的2個字哈，這2個字我已經入行快30年了，我到現在還搞不懂。印度他們最大的國防，你知道是哪2個字嗎？叫魔改。魔改，那華淦哥就笑了哈。嘿，各位魔鬼的魔，魔改的意思是什麼呢？魔改的意思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系統來到印度之後，印度就會說，你這個不行啊，那個不對啊，這個地方不合我們的風俗，這個地方不合我們的信仰，他就開始改，東改西改完之後呢，就會變成非常奇怪的四不像哦。上次在飆風戰機，各位都曉得哈，飆風戰機他們出事之後，整個法國原廠直接跟他說：“你們不要再用飆風戰機了，我們的飆風戰機50年沒掉飛機，你們一口氣給我們掉3台，我們承受不起啊！”同樣的，其實，在航空母艦上面也出現這個事情哦。很多人都以為說航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我要跟各位談哦。其實遼寧號對我而言，我覺得它是一件神奇。為什麼呢？遼寧號曾經慘淡到差一點被澳門的商人拉去做餐廳。對。然後後面它其實裡面的內部都不行了，很多地方是都需要改的。那各位都曉得哦，其實戰艦它航空母艦它最重要是那個所謂的降落甲板。降落甲板，你想那麼重的飛機，快速的時間450公尺要把它拉住，很多都是所謂的一個非常高的一個科技哦。但印度的一部分的話呢，現在全世界在有所謂的航母的部分的話，印度跟泰國是非常特別的，就是他們有一台非常漂亮的航母，上面也有飛機。可是你跟他說飛機，我們就起飛看看嘛，他們說不行，嘿，這個是不能用的哦。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呢，我要再跟各位談幾件事情，就是說，印度從過去20-30年的過程當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印度他們花了很多錢。他們也有全世界最優良的武器，他們甚至於印度說，我們自己所研發的，不管是5代戰機，不管是戰艦等等的，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但印度的武器，我問各位，有誰買過？是不是沒有的？所以它在國際上是沒有認證的。所以就大架構來看的話呢，現在很多人就說，哇，印度它未來到底能打或不能打？印度當然對那種很弱的國家它是能打的，例如說印度啊、泰國，它去對緬甸，它去對柬埔寨，它當然它能打。可是，如果去遇到一級的一個強國，遇到真正的大考驗的時候呢，我還是回歸到那個字哦，印度的民族性，他很喜歡魔改，魔改完之後，戰艦、飛機、武器、大炮都會變得四不像，這個是讓大家比較不懂的地方啊。好，這是印度自己文化、自己的內部的一些問題哦。那其實呢，現在莫迪真的很頭痛，他眼前要面對的包括來自於這個中國大陸跟巴基斯坦這兩個中巴兩國的夾擊，不管是在經濟上或者是在軍事上。剛在軍事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其實，在經濟上我們也要來看到最新進度是。
王毅跟巴基斯坦的總統正式會面了，雙方在這個時候打造了中巴經濟走廊2.0。那巴鐵總統更是正式的表態，巴中是全天候的鐵哥們，絕對不會被動搖。然後呢，再來就是我們要看到在外交上面了，這個國家孟加拉現在竟然也在態度上面大轉向，從親印度現在轉向親中巴。軍事上，印度啊現在陷入了印巴上面雙面夾擊。經濟上，孟加拉一旦向中國大陸靠攏，代表大陸的一帶一路就會直接深入到印度的後院。更絕的事情是，我們看到印度不只是承受中巴孟加拉的壓力，還有美國的針對它的50%的高關稅，在今天正式的生效了。莫迪還撐得住嗎？岳老師？我每次在一評論到印度的時候，我真的是蠻好笑的。剛剛聽到寬哥講魔改這個概念，真的是聽起來蠻魔幻的哈。因為我必須在這邊強調，整個過程當中啊，從5月7號啊，這個印度自己偷襲巴基斯坦，被打成5-0啊，據有人說是6-0，但是剛剛大家提到的飆風戰機3架被打下來以後啊，就其實大家都已經注意到，我那時候就說過，印度的話國運至少要衰20年了啊。然後接下來的話呢，這個川普就打了3大巴掌啊。所以第一大巴掌的話呢，就是關稅的話呢。25%，談不順的話，再加25%，變成50%，變成全世界最高的。然後第二個大巴掌的話呢，就是說是這個那個川普啊，本身對於這個巴基斯坦啊，就這個馬上跑去啊，就是這個莫迪原來啊自己感覺到自己在西方國家地位很重要啊，跑到了這個 G7 的會議當中的話呢，開會。這個川普一來以後就急着要走，理由是要接見巴基斯坦的參謀總長，這個對印度來講是極其羞愧的事情啊。那麼因為這個莫迪在去年的今天跑到美國國會去演講的時候啊，還去了2次，然後站起來鼓掌15次，底下私下鼓掌70次啊，就覺得得意的不得了。後來一下子竟然挨了2大，然後第3大巴掌的話呢，這個川普跟巴基斯坦簽約啊，要開發石油，最後是開發石油出來要賣給印度啊，印度開了3大巴掌，覺得啊，大家都了解這種情況啊。那麼這個川普為什麼要這樣子侮辱的印度呢？實際上的話呢，就是說你一旦國家的話呢，你這個武器當中的系統當中號稱很厲害，結果不行的話呢，就是要面對這種情況。那大陸現在的話呢，跟巴基斯坦之間的話呢，就是美國現在已經注意到，一直不斷在拉巴基斯坦，所以說才會出現這種經濟走廊2.0的現象，就是巴基斯坦要對中國輸誠吶，號稱巴鐵，但巴基斯坦受到美國的壓力，也是受到美國的引誘非常大。壓力的話呢，就是說所有的國家都一樣，必須是機會主義，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嘛，巴基斯坦也不例外。另外的話呢，對於中國來講的話呢，大家知道嗎？這個從這個新疆直接通到巴基斯坦，穿過去後有個瓜達爾港，是可以避開馬六甲海峽的。我覺得大陸本身來講，我們剛剛聊了很多這個航空母艦的事情，航空母艦在海上是沒有問題，但是問題是你到了馬六甲海峽那邊，新加坡那邊就有美國駐軍了，然後你大部分的油啊、氣啊都經過那邊的話呢，對他來講始終是個威脅。所以說這邊要維持中國跟巴基斯坦的關係，這經濟2.0的話呢，意思也就是說。就是說強調這個情況就要壓住印度。印度本身的話，在反應上來講，現在今天8月30號，莫迪就突然要趕到那個天津去開這個上合會了啊，然後整個這個信息都改變了。所以說，我就覺得說，印度本身不單單是魔改，它基本上是非常魔幻的。那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原有我們小的時候都叫東巴跟西巴，現在巴基斯坦是西巴，東巴就叫孟加拉。他們實際上的話呢，跟中國聯合起來，就發覺你印度不行的話呢，就落後就得挨打。